暴風雪末日來臨，天空下着足球一樣大的冰雹，無數行人被砸得血濺當場。而我此刻正穿着白色婚紗，在去抓奸的路上。幸運的是，砸向我的巨型冰雹被我頭頂的廣告牌擋住。剛剛從手機裡發現未婚夫周晨與我的閨蜜蘇薇薇在酒店密謀，甚至他們還計劃着如何讓我意外身亡，如何在我死後瓜分我家財產。就在我準備衝過去揭穿他們的時候，末世來了。當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门口時，才知道周晨在我的書房裡意外擁有了一本可以隨意提取物資的百科全書。於是他們把大門鎖住，親眼看着我被凍死在门外。再睜眼，我回到悲劇剛開始的前一天。這個時候，周晨還不知道那本書的作用，而我帶着上一世滔天的恨意回來了。手機短信聲音突然響起：宝貝，明天婚禮我真是迫不及待啊！看着手機裡周晨發来的甜蜜短信，我微笑着撥通電話：親愛的，我把別墅过戶給你吧，這樣才像一家人。手機屏幕的光悠悠地映在我臉上，那條來自周晨的標注為老公的信息散發着虛偽的甜蜜。寶貝，明天我去接你，到時候你一定是最美的新娘，愛你。冰冷的觸感從指尖蔓延到心臟，幾乎要凍結血液。上輩子臨死前，就是這雙曾無數次擁抱過我的手，和蘇薇薇一起毫不留情地把本該屬於我的物資書拿走，然後當着我的面重重關上了那扇我父母精心挑選的，據說能保百年平安的別墅防盜門。門外是末世降臨後能凍裂靈魂的暴雪和冰雹，我被他們推倒在冰冷的雪地裡，身體的熱度一點點被漫天冰雪抽乾，肚子裡的孩子也化作血水離開了我的身體。最後映入我眼簾的是窗戶裡周晨摟着我那閨蜜蘇薇薇親熱的身影。再睜眼，竟是熟悉的天花板，手機屏幕顯示着日期，末世來臨的前1個月。心臟在死寂過後猛地狂跳，幾乎要撞碎胸骨。我重生了，我回來了。周晨、蘇薇薇，還有那對逼死我父母的好公婆，這一世我定會加倍奉還，血債必須用血來償，而且要連本帶利的償。我指尖冰冷，卻穩穩地握住手機，看着那條虛情假意的短信，嘴角緩緩扯出一個毫無溫度的笑。很好，一切都還沒發生，父母還在。我的手下意識撫上小腹，那裡平坦卻孕育着一個小小的生命。這一次，媽媽絕不會讓任何人傷害你。我深吸一口氣，壓下眼底翻湧的猩紅，努力讓聲音聽起來一如往常的甜蜜，撥通了周晨的電話。電話幾乎是被秒接的，那頭傳來周晨刻意放的溫柔的聲音：喂，寶貝，還沒睡，是不是想我了？我無聲地勾了勾唇角，語氣卻充滿了依賴和一絲恰到好處的戀愛腦衝動。老公，我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睡不着了。哦，什麼事讓我們小公主這麼晚還惦記着？我看着窗外寧靜的夜空，1個月後，這裡將被無盡的暴雪和絕望籠罩。我在想，我慢條斯理、輕聲細語地說，但每一個字都像淬了毒。我們都快是一家人了。我的就是你的，所以我想把我爸給我的那筆天價嫁妝一起都轉給你，這樣才更像真正的一家人，對不對？電話那頭是長達10幾秒的死寂，我甚至能想象出周晨此刻的表情：震驚、狂喜、強自壓抑的貪婪。果然，他的聲音再次響起時，帶上了明顯的、幾乎壓抑不住的激動和顫抖。寶貝，你說真的，這合適嗎？叔叔阿姨那邊，我的東西我自己還不能做主啦！我嬌嗔地打斷他，演技逼真的自己都想吐。反正以後都是我們共同的呀，早給晚給都一樣，就這麼說定了。明天你就帶相關證件過來，我們先辦手續。好，寶貝兒，你真好，我真是太愛你了。我也最愛老公了。对了，電話那頭的呼吸都粗重了幾分，我眼神冰冷，語氣卻越發甜蜜。我頓了頓，聲音壓得更低，帶着一絲神秘兮兮的味道。我看手機，明天暴雪要來了，天氣預報說了，可能很大呢。而我未說出口的那半句話是：你們的死期也越來越近了。暴雪？周晨愣了一下，顯然沒反應過來。不過他現在腦子裡全是即將得到巨額財富的喜悅，他急切地想要和蘇薇薇分享，可是又不能讓我察覺，只好又虛偽地關心了我幾句。很快他便迫不及待地掛了電話，大概是去跟他的蘇薇薇分享這天降橫財的喜訊了。電話掛斷的瞬間，我臉上所有偽裝的甜蜜瞬間退得乾乾淨淨，只剩下冰冷的恨意和決絕的肅殺。我在別墅臥室內，我沒有絲毫停頓，立刻撥通了父親的電話。鈴聲只響了一下就被接起，仿佛父親一直在電話那頭守着。喂，楠楠，這麼晚還沒睡，是不是周晨那小子又惹你不高興了？父親沉穩的聲音裡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擔憂。從小到大，他總是這樣，能敏銳地察覺到我情緒最細微的變化。聽到這熟悉而關切的聲音，我的喉嚨瞬間被酸澀堵住。上輩子父親被他們聯手逼得跳樓身亡的慘狀猛地浮現在眼前，我死死咬住下唇，才沒讓哽咽溢出喉嚨。爸，我的聲音努力維持平穩，卻依舊洩露出了一絲緊繃。聽着，接下來我要說的事情非常重要，您和媽媽一定要相信我，並且立刻去辦。父親在那頭沉默了一瞬，似乎被我這從未有過的嚴肅語氣驚到了，但他立刻回應，沒有絲毫猶豫。好，你說，爸爸聽着。這就是最疼愛我的爸爸，無論何時都會無條件先選擇信任我。
我深吸一口氣，語速加快卻清晰無比。第一，立刻停止集團所有对外投資，將所有能調動的流動資金全部換成黃金和必需品。第二，馬上以最高規格加固我們在西山的那處老宅，要能抵禦極寒和衝擊，安裝最先进的能源系統和防護措施。第三，秘密採購清单上的物資，清单我稍後发您，記住要絕對保密，分多個渠道，不要引起任何注意。我記得上一世周晨雖然可以從物資書裡隨意提取物品，但是只能提取書本上有的，而那本書上沒有的東西是無法獲得的。我聲音帶着一絲冰冷的恨意繼續說道。第四，爸，周晨和他一家人，包括蘇薇薇我那個所謂的閨蜜，他們想害死我們全家。爸，周晨和他一家人，包括蘇薇薇我那個所謂的閨蜜，他們想害死我們全家，他們会谋奪我們家產。我已經安排好了，明天他會來找我，我已經給他排好了一出大戲。父親在那邊的呼吸陡然加重，我甚至能聽到他猛地站起身，椅子與地面摩擦發出的刺耳聲音。緊接着母親焦急的聲音隱約傳來。怎麼了，老林？楠楠出什麼事了？父親的聲音前所未有的冷峻，帶着一絲壓抑的震怒。楠楠，你確定？爸，我親眼所見，如果不是我僥倖提前察覺，1個月後我們全家都會死無葬身之地。我的聲音帶着死裡逃生的顫抖，請相信我，具體原因我現在無法細說，但時間不多了。我明白了。父親的聲音瞬間沉澱下來，那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企業家獨有的決斷力。你媽就在我旁邊，開免提，我們一起聽。楠楠，你說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你的安全最重要。母親帶着哭音的聲音傳來。楠楠，我的孩子，你是不是受委屈了？你怎麼樣？別嚇媽媽。媽，我沒事，我很安全。我趕緊安撫。但我們必須要行動起來了，接下來陪我演好這場戲。我快速地將我的計劃全盤托出，包括我剛剛用別墅和存款做饵，引誘周晨明天上鈎。我們需要利用他的貪婪，在他最得意的時候讓他跌入深淵。父母在電話那頭聽得心驚肉跳，尤其是聽到周晨和蘇薇薇甚至害死了他們未出世的外孫時，母親幾乎泣不成聲，父親則是一遍遍壓抑着怒吼。畜生！但他們最終都選擇了毫無保留地支持我。我們一家3口在這深夜通過電話定下了復仇和生存的初步計劃。結束和父母的通話後，我毫無睡意。我來到書房，開始憑借上一世的記憶尋找那本極為重要的百科全書。我記得那是在書架最底層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上一世是周晨在尋找一份無關緊要的文件時無意間觸碰，才意外開啟了它的神奇功能。我蹲下身，指尖拂過書籍，仔細辨認着那些或新或舊的書名，心跳在寂靜的夜裡格外清晰。終於，我的手指停在了一套厚厚的燙金字體有些暗淡的百科全書上，就是它。書籍外觀樸實，甚至因為有些年頭而顯得陳舊。我小心翼翼地將它抽出來，沉甸甸的觸感仿佛帶着上一世的重量。翻開書頁，裡面是正常的印刷文字和圖片，與任何一本百科全書別無二致，只有一枚燙金的古老書籤在裡面，顯得格外的神秘。我嘗試着集中精神，用書籤劃過想要的物資頁上，但書頁毫無反應。果然，如同記憶中的一樣，這本書似乎需要一個主人來開啟。上一世是周晨意外開啟，這一世雖然我重生了，但這個權限似乎仍未改變，至少主動開啟的權限不在我手裡。一個冰冷的笑容在我嘴角浮現，沒關係，這樣更好。既然注定要由他開啟，那我就為他搭建好舞台，讓他再次意外地開啟它。只不過這一次劇本由我來寫。我把書本裡出現的物資拉了一個表格，同時和我準備的末日需要的物資表格做了一個比對，多出來的便是書本裡沒有的，也正是我要爸爸去準備的。做完這一切，我小心翼翼地將書籤放回書本裡，並把書原封不動地放回原位，確保它看起來和周圍的書一樣，沒有任何被移動過的特殊痕跡。第二天清晨，陽光透過窗簾灑進來，仿佛昨夜那場跨越生死的通話和刻骨銘心的計劃只是一場噩夢，但我知道那不是。手機屏幕上，周晨的短信已經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寶貝，醒了嗎？我迫不及待想見你了，證件都帶好了，等我哦。後面還跟着一個油膩的親吻表情。我面無表情地回復了一個害羞的表情包，然後開始洗漱打扮，甚至精心化了一個甜美可人的妝容，穿上我精心定制的白色婚紗，一副完全沉浸在幸福中毫無防備的待嫁新娘模樣，靜靜等待那只待宰羔羊的到來。門鈴響起，比我預想的還要早。透過監控，我看到周晨西裝革履，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臉上是掩飾不住的興奮和貪婪，手裡還假惺惺地捧着一束俗豔的紅玫瑰。他來了。他身邊還跟着他的母親，那個一向刻薄，此刻卻努力擠出慈愛笑容的女人。我深吸一口氣，臉上瞬間切換成燦爛無邪的笑容，打開了門。阿晨、阿姨，你們來這麼早呀？我聲音甜得發膩，側身讓他們進來。周晨一進門，目光就忍不住四處看着，尤其是落在那些價值不菲的擺設上，但他很快收斂，將花遞給我，想要擁抱我。寶貝，太想你了，昨天你說的事，我激動的一晚上沒睡好。我巧妙地避開他的擁抱，接過花，笑容不變。我也沒睡好呢，光想着怎麼讓我們的小家更好了。阿姨快請坐。周母拉着我的手，假意關懷。哎呀，嫣嫣啊，
瞧你，都快結婚的人了，怎麼還這麼見外？該叫媽了。他眼睛卻像探照燈一樣掃視着客廳。你爸媽呢？這麼大事，他們不在家？爸媽公司臨時有點急事，一早就出去了。一大早，爸媽就行動了起来，先是讓集團資金已經開始秘密回籠，母親則以籌備婚禮和未來可能度假為由，親自去了幾家大型倉儲式超市和戶外用品專賣店，開始了第一波不易引起懷疑的採購。西山的工程隊也已經聯繫好，以別墅需要翻新和加強安保為由，最快的施工隊今天下午就能進場，材料都選用最高標準的保溫防護材料，所有的準備已經開始，而我的這場戲也該開場了。我給他們倒了水，語氣輕鬆。不過沒關係，過戶的事情我自己就能做主。他們早就說過，我的東西隨我處置，這點小錢也不需要他們出面了。相關文件我都準備好了。周晨和周母对视一眼，眼中狂喜幾乎要溢出来。哎呀，这怎麼好意思呢？周母假意推辭，手卻搓着，顯然迫不及待。阿姨，我們是一家人嗎？我笑着拿出早就準備好的文件袋。老公，你先看看文件。对了，正好你來了，幫我個忙好不好？我爸昨天說書房有份關於別墅地下管線圖的舊文件找不到了，好像是在書架最下面那層，我裙子不方便彎腰，你幫我找找好嗎？好像是一本挺厚的舊書夾着的。我語氣自然，帶着一點撒嬌的意味，指向書房的方向。周晨此刻正被巨大的餡餅砸得暈頭轉向，對我幾乎是言聽計從，更何況只是找份文件這種小事。他立刻點頭，好，寶貝，你等着，我去找。他起身走向書房，我則和周母坐在客廳，假意翻看着文件，回答着他那些充滿算計的關於別墅和存款細節的問題。我的耳朵卻豎起着，全心關注着書房的動靜。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書房裡傳來翻找書籍的聲音。突然，書房裡傳來一聲短促的驚呼，緊接着是書本落地的悶響。來了！我立刻站起身，臉上裝出驚訝和擔憂。怎麼了，老公？沒事吧？說着，快步走向書房。推開書房的門，我看見周晨人被壓在一堆書下面，而角落裡那本百科全書正微微閃着不易讓人察覺的微光。我知道它已經被開啟了。周晨似乎也注意到了那裡的不同，剛想伸手想去一探究竟，頓時被我擋在身前，伸手拉住了他的胳膊，一臉關切。阿晨，你沒事吧？怎麼樣？有沒有摔到哪裡？被我突然的打斷，周晨也沒有細想，只覺得可能被書砸到了腦袋，出現了幻覺了。周晨被我拉起來，神情還有些恍惚，他下意識的又瞥了一眼那堆散落的書籍，尤其是那本寰宇百科全書。剛才似乎有一瞬間的異樣感，但被我打斷後，那感覺稍縱即逝，此刻再看又平平無奇了。沒事兒。他揉了揉被書角磕到的額角，甩開那絲疑慮，心思立刻又回到了即將到手的巨額財產上，臉上重新堆起笑容。就是沒站穩，碰掉了幾本書。寶貝，你說的管線圖我沒找到，要不……沒關係，我連忙打斷他，生怕他再過多關注那本書，可能是我記錯了。爸爸後來又說，可能在他公司辦公室，先不管那個了，文件都準備好了，我們先把正事辦了吧。我拉着他回到客廳，周母也急切地站起身。是啊，正事要緊，那些雜事以後再說。周晨的注意力果然被成功轉移，他眼中只剩下對財富的渴望，渾然不知道自己剛才錯過了怎樣大的一個機緣。接下來的流程異常順利，在我戀愛腦十足的堅持和周到的安排下，我們很快去了相關的登記機構。在我找到早已得到父親授意、全程配合的律師的見證下，別墅的產權以及那筆數額驚人的存款，以一種贈與的形式，在法律層面上暫時轉移到了周晨名下。簽署最後一份文件時，周晨拿着筆的手因為激動而微微顫抖，他和他母親交換着眼神，那裡面是幾乎無法掩飾的狂喜和得意。他們大概覺得我們全家都是被他們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傻子，而我則在他們看不到的角度緩緩勾起了嘴角。拿吧，盡情的拿吧，現在拿到手的一切，將來都會成為勒死你們的絞索。辦完手續，周晨母子簡直把我當成了稀世珍寶，噓寒問暖，極盡諂媚。周母更是拉着我的手，一口一個好兒媳，嘴裡不停地說什麼等暴雪天氣過去了，就立刻辦一場最盛大的婚禮。我忍着惡心，配合着他們的表演，臉上始終掛着幸福而懵懂的笑容。老公，阿姨，我看着他們興奮的樣子，胃裡一陣惡心，但強忍着怒意，適時地提出我的要求。既然手續都辦好了，你看這別墅，你是不是也該搬過來一起住了？畢竟以後這裡是我們的家了，而且天氣預報說暴雪可能真的很厲害，我們住在一起也安全些，物資也充足，這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自然不會拒絕。周晨立刻點頭如搗蒜。好，寶貝，你說的對，我這就回去收拾東西，今天就搬過來。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以主人自居，享受這奢華的別墅了。我笑容甜美，那我等你。對了，這麼大的喜事，要不要叫上蘇薇薇一起慶祝一下？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她一個人在這城市，這種天氣人多也熱鬧，安全些。我故意提起蘇薇薇，觀察着他們的反應。周晨臉色微微一僵，閃過一絲不自然，但立刻被更大的貪婪覆蓋。他大概覺得我已經蠢鈍如豬，毫無威脅，甚至可能覺得讓舊愛新歡共處一室是種刺激的成就，甚至估計已經幻想和情人在我的別墅裡顛鸞倒鳳了。周母倒是愣了一下，隨即眼底閃過一抹金光，似乎覺得這樣更能牢牢控制住我和周晨，或許還能趁機讓蘇薇薇也蹭些好處，便假意推辭2句後，順水推舟地答應了。哎呀，
薇薇那孩子是挺不容易的，叫来一起热鬧热闹也行，还是我们囡囡重情义。我心中冷笑，大度，我是怕你们死得不够整齊。送走欢天喜地的周晨母子，我臉上的笑容瞬間冰封。我立刻返回別墅，反鎖大門，拿出另一部加密手機聯繫父親。爸，魚兒已經吞下，他們很快就會搬進來，蘇薇薇也會來。知道了。父親的聲音沉穩冰冷。西山基地已經全面動工，不惜成本3班倒，最快速度完成加固和儲備。你媽媽採購的第一批物資已經通過不同渠道運往那邊，你那邊一切小心，隨時保持聯繫。我會的，爸。那本書他應該已經觸發了，但自己還沒意識到，計劃下一步。按計劃進行，讓他發現這個秘密，讓他為之瘋狂，然後再打破他的希望。而我們只需要慢慢準備清單上沒有的，這才是要秘密儲備的關鍵。父親頓了頓，聲音裡帶着一絲殺意。楠楠，記住，捧得越高，摔得越碎。我明白。我和父親再次溝通了詳細的儲備進程，又密談了很久才結束了這通電話。下午，周晨就興沖沖地帶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搬了進來，跟他前後腳來的還有精心打扮過、一臉矜持卻又掩不住眼底野心的蘇薇薇。嫣嫣，還是你對我好，這種情況下還能想到我，我就知道你對我最好了。蘇薇薇穿着一條凸顯身材的紫色連衣裙，語氣溫柔，眼神卻像打量獵物一樣，掃視着別墅內部的奢華裝修，那姿態仿佛她已經是這裡的女主人。我心中惡心翻湧，面上卻笑得毫無心機。你跟我客氣什麼？都是一家人，我爸媽也拿你當親女兒，別客氣了，快請進。阿晨還經常誇起你，說你又漂亮又聰明，以後呀還不知道哪個男人能得到你呢。周晨臉上閃過一絲尷尬，趕緊打圓場。是啊，薇薇，你就不要客氣了。嫣嫣心地善良，這種關鍵時刻怎麼會忘了你呢？我笑着安排蘇薇薇住進了2樓的一間客房，就在主臥的旁邊。這安排顯然讓周晨有些心癢難耐，也讓蘇薇薇更加覺得自己地位特殊。當晚，我親自下廚，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餐，甚至還開了一瓶昂貴的紅酒，慶祝我們的新開始。席間，周晨和蘇薇薇眉來眼去，在我面前極力掩飾，卻又忍不住那種共享秘密和即將共享財富的興奮，我全都看在眼裡，只是不停地勸酒，說着甜蜜的蠢話。酒過3巡，周晨有些微醺，話也多了起來。晚餐在一種詭異而和諧的氛圍中進行，周晨和蘇薇薇顯然沉浸在巨大的喜悅和對未來的憧憬中，多喝了幾杯，言語間不免流露出些許忘形。嫣嫣，你放心，以後這個家我一定會讓你過上好日子，比所有人都好。周晨拍着胸脯，眼神卻飄向蘇薇薇，後者回以一個嬌媚的笑容。是啊，嫣嫣，你真是有福氣，找到阿晨這麼好的男人。蘇薇薇假意奉承我，手指卻若有似無地碰了碰周晨的手背，我裝作全然未覺，甚至配合地露出羞澀幸福的表情。我相信阿晨。對了，老公，我看天氣預報說這場雪可能真的會很大，持續時間也長，我們是不是該多準備點東西？家裡雖然有些存貨，但我總覺得心裡不踏實。我成功地將話題引向了物資儲備。周晨此刻正飄飄然，大手一揮。怕什麼？寶貝，我們現在有錢了，明天我們就去採購，把超市都搬空，讓你看看你老公的本事。他顯然已經完全將我贈予的財產視為了己有。蘇薇薇也附和道：是啊，周晨說的對，嫣嫣你就是太小心了，不過未雨綢繆也是好的，多準備點總沒壞處。他心裡盤算的自然是越多物資，將來他和周晨能享受的日子就越久。我心中冷笑，面上卻點頭，還是微微想得周到。那明天我們一起去採購吧，多個人多份力量。好，周晨一口答應，兩人甚至背着我偷偷勾搭了下手指頭。我當作沒看到，計劃初步達成，接下來就是演戲了。第二天，天氣果然開始轉陰，氣溫驟降，新聞裡已經開始播報罕見寒潮預警，但大多數人依舊不以為意，只覺得是一場大一點的雪。周晨開着我的車，帶着我和蘇薇薇直奔本市最大的倉儲市超市。他擺出一副暴發戶的姿態，見到什麼就拿什麼，尤其是昂貴的進口食品和紅酒，仿佛不是在為末世做準備，而是在進行一場炫耀性的消費。蘇薇薇則跟在他身邊，嬌聲細語地指點着，專挑那些精緻而佔地方的非必要品，顯然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虛榮和享受。我冷眼旁觀，偶爾故作天真地提醒一句：老公，我們是不是該多買點米麵、油鹽、罐頭、純淨水，還有藥品什麼的，這些才是基礎呀。周晨正享受挥霍的快感，對我的掃興提議有些不耐煩，但礙於剛剛到手巨額財產，還是敷衍地往購物車裡扔了一些。我默默記下他們忽略的所有關鍵物資，大量的基礎食物、水、藥品、維生素、燃料、電池、防寒衣物、工具、種子，這些正是那本百科全書裡可能沒有或者不足，而我父親正在秘密加緊囤積的東西。結賬時，金額高得嚇人，周晨眼睛都不眨地刷了卡，用的是我那筆存款的紫卡，臉上洋溢着掌控一切的得意。看着堆成小山的物資被裝上我提前準備好的貨櫃車，周晨和蘇薇薇志得意滿。回到別墅，指揮工人將物資堆進車庫和空閒房間時，周晨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滿足。他摟着蘇薇薇的腰，在我面前毫不避諱地展示着主人的姿態。寶貝，你看，有我在，
什麼都不用怕。他得意地說。我笑着點頭，心裡計算着時間。父親發來加密信息，西山基地加固工程進展神速，物資也在通過各種隱秘渠道源源不斷送入。清单上百科全書沒有的物品正在逐一補齊，暴雪的前兆越来越明顯。天空陰沉得如同傍晚，零星已經開始飄落雪花。晚上，周晨以整理物資為名，和蘇微微在車庫待了很久。我透過窗戶看到两人在物資堆旁摟抱親吻，急不可耐，甚至周晨的手已經伸進蘇微微衣服裡，撕扯着什麼。我無聲地退回書房，再次檢查了那本百科全書的位置，確保它看起來依舊像是被無意塞在角落的普通舊書。然後我拿出了一小瓶無色無味的藥劑，這是父親通過特殊渠道弄來的高效安眠藥粉末。我將其小心地融入睡前給周晨和蘇微微的熱牛奶中。今天累壞了吧？喝點牛奶助眠，明天天氣更糟，可能就不好出門了。我體貼地將牛奶遞給他們，兩人不疑有他，或許還沉浸在左擁右抱的幻想中，痛快地喝了下去。不出半小時，藥效发作，两人各自回房後很快陷入沉睡。我戴上手套，悄无声息地潛入書房。我沒有去動那本百科全書，而是小心翼翼地將那枚看起來古樸的燙金書籤從書頁中抽了出來，換上了一枚外觀幾乎一模一樣的普通金屬書籤。真正的關鍵鑰匙被我握在了手中，冰涼刺骨。做完這一切，我清除掉所有痕跡，退回自己的房間。我以婚前想多陪陪父母為由，暫時仍睡在自己原來的臥室，並未與周晨同房，反鎖了房門。第二天清晨，世界已經被一層白色覆蓋，雪越來越大，絲毫沒有停歇的跡象。網絡和信號開始變得不穩定，新聞裡播報着交通癱瘓、電力供應緊張的消息，恐慌情緒開始蔓延。周晨和蘇微微醒來，因為安眠藥的作用還有些昏沉，但看到窗外的景象，也終於意識到情況可能比想象的更嚴重。這雪也太大了吧？周晨有些嘀咕，蘇微微則有些害怕的默默地靠向他。阿晨，我們物資夠吧？放心，夠我們吃用1年了。周晨強自鎮定，炫耀着昨天的戰果。早餐時，我故作擔憂地說道：“老公，新聞說好多地方都停電了，我們別墅區的電路雖然還好，但萬一呢？而且天然氣也可能中斷，我們是不是得想想辦法？”周晨皺起眉，這確實是個問題。別墅雖然有自己的備用發電機，但燃油儲備有限。他下意識地環顧四周，目光掃過書房的方向，忽然像是想起了什麼。對了，他猛地站起來，昨天害我摔了一跤的那堆書裡，好像有本講野外生存還是能源什麼的百科全書，說不定裡面有辦法。魚兒終於要主動咬鈎了。我心中冷笑，面上卻露出驚喜和依賴的表情。真的嗎？老公，你真厲害，快去找找看。周晨立刻起身走向書房，蘇微微也好奇地跟了過去，我則不緊不慢地跟在後面，確保自己能親眼目睹這一幕。周晨在書架底層翻找着，很快就抽出了那本寰宇百科全書，他有些急切地翻動着書頁，嘴裡念叨着：“我記得昨天瞥到了一眼的。”應該不會記錯吧？當他翻到太陽能發電裝置那一頁時，手指無意識地撫過頁面的插圖，那正是我替換過的普通書籤所在的位置。什麼都沒有發生。周晨愣了一下，又急忙翻到柴油發電機的頁面，再次用手指劃過，書頁依然靜悄悄的，沒有任何反應。怎麼回事？周晨有些焦躁地嘟囔。昨天明明感覺……蘇微微在一旁疑惑地看着。阿晨，怎麼了？一本舊書能有什麼辦法？周晨額角滲出細汗，手指在書頁上反復摩挲，連帶着那枚普通書籤都被蹭得微微發燙。他不死心，又翻到食物儲存、供暖設備的章節，可無論怎麼按怎麼畫，書頁始終是冰冷的印刷字，連一絲微光都没有。不可能啊！他喃喃自語，眼神裡滿是慌亂。昨天我明明感覺到了，這裡好像有東西的。他下意識指向書角，那裡還留着昨天被他碰掉時磕出的微小折痕。蘇微微看得不耐煩，伸手扯了扯他的胳膊。阿晨，你是不是昨天被書砸傻了？一本破書能有什麼用？我們不是還有那麼多物資嗎？大不了省着點用。他的目光掃過客廳裡堆得半滿的貨架，語氣裡帶着不易察覺的埋怨，心裡盤算着，早知道周晨不靠譜，還不如昨天多囤點奢侈品。我適時上前，裝作擔憂地拉住周晨的手。老公，你別着急啊，是不是記錯了？也許就是本普通的百科全書呢。沒關係的，實在不行，我們可以找物業問問，或者看看能不能聯繫到維修。我的話像根刺，扎得周晨更慌了。他猛地甩開我的手，眼神裡閃過一絲陰鸷。不可能記錯，我清楚記得昨天有光，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他蹲下身，瘋狂地翻找書架底層的其他書。一本本抽出來扔在地上，書頁散落一地，連帶着我之前刻意擺好的管線圖文件也被翻了出來。書房裡一片狼藉，周晨像瘋了一樣把書架底層的書全都扒了出來，嘴裡不停念叨着：不可能，一定有。蘇微微從一開始的不耐煩，漸漸也染上了一絲不安。她看着周晨近乎癲狂的狀態，又看看窗外越積越厚的雪，下意識地抱緊了手臂。我則站在一旁，冷眼旁觀她的無能狂怒，心裡計算着時間，藥效應該已經完全過去了。她此刻的清醒和焦躁，正是我所需要的。老公，你別這樣，我害怕。我適時地表現出驚恐，聲音帶着哭腔，後退了2步，仿佛被他的樣子嚇到了。我這副樣子似乎刺激到了周晨，他猛地停下動作，喘着粗氣，眼睛赤紅地瞪着我，又像是透過我看着別的什麼。他不能接受，明
明明昨天有那麼強烈的預感，這本舊書絕非凡品，那瞬間的悸動和微光絕不是幻覺，為什麼今天就不行了？是方法不對，還是需要什麼條件？他死死盯着那本被扔在地上的寰宇百科全書，像是要用目光把它燒穿。阿晨，算了。蘇微微上前試圖安撫他，聲音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蔑。也許就是幻覺呢。我們現在有別墅，有錢，有這麼多物資，夠我們撐很久了。等雪停了，一切都會好的。他的話像是一盆冷水，澆熄了周晨部分的狂熱，卻點燃了他另一部分的虛榮。是啊，他現在是這棟豪華別墅的主人，有着巨額存款，還有堆積如山的物資。就算沒有那本怪書，他周晨依舊是人上人。而我這個蠢女人已經把一切都拱手送給了他。這麼一想，他的情緒漸漸平復下來，只是眼神深處對那本書的執念並未消失，反而像顆種子埋了下去。周晨被蘇微微拉起來，卻依舊目光死死地盯着那本百科全書，胸口處依然剧烈起伏。他怎麼能接受上一秒還以為自己掌握了末日生存的秘密武器，下一秒卻發現這武器成了廢鐵？他猛地轉頭看向我，眼神裡帶着一絲懷疑。妍妍，你昨天有沒有碰過這本書？我心中冷笑，面上卻露出委屈的神色，眼眶微微泛紅。老公，你怎麼會這麼問我？我昨天除了讓你幫忙找文件，根本就沒靠近過書房的書架啊！你是不是因為找不到書的用處就懷疑我了？說着，我還輕輕咬了咬下唇，一副受傷的模樣。周母聽到書房裡的動靜，也急忙走了過來，看到滿地狼藉，她皺着眉頭問道：“怎麼了？这是好好的書房，怎麼弄成這樣了？”蘇微微搶先開口，語氣帶着不滿：“阿姨，周晨不知道怎麼了，非要對着一本舊百科全書發瘋，說什麼昨天看到書發光，現在卻沒用了，還懷疑嫣嫣動了手腳。”周母一聽，眼神在我和周晨之間轉了轉，隨即看向周晨，語氣帶着安撫：“阿晨啊，你是不是太緊張了？都怪這鬼天氣，讓人心裡發慌。一本舊書哪能發光啊？說不定是你昨天眼花了。咱們現在有別墅，有存款，還有這麼多物資，就算真停電停氣了，也能撐好久。別胡思亂想了。”周晨卻根本聽不進去，他依舊盯着我，語氣帶着一絲偏執：“我沒眼花，昨天我明明看到了。妍妍，你再好好想想，昨天你真的沒碰過這本書嗎？”面對周晨的質疑，我眼中的淚水恰到好處地湧了上來，聲音帶着被冤枉的顫抖和委屈：“阿晨，你怎麼能這樣想我？我昨天一直在客廳和阿姨聊天，後來就去準備過戶的文件了。我動你的書幹什麼？那本書有什麼特別的嗎？難道比我們的感情還重要嗎？”我故意將話題引向我們之間的感情，凸顯我的無辜和戀愛腦。周母見狀，立刻打圓場。她雖然也貪心，但此刻更怕煮熟的鴨子飛了，趕緊拉了一把周晨：“行了，阿晨，你衝嫣嫣發什麼火？一本破書而已，沒了就沒了。現在這情況，有吃的有用的才是正經，別嚇着嫣嫣。”蘇微微也假意勸道：“是啊，阿晨，阿姨說的對，可能是壓力太大了。嫣嫣對你這麼好，把什麼都給了你，怎麼會動你的書呢？”他的話聽起來像是在為我鸣不平，可是仔細想來，卻是在暗示周晨我已經沒有價值了，沒必要為了我動氣。周晨看着我這副渲然欲泣，仿佛受了天大委屈的樣子，再想到我已經一無所有，完全依附於他，心中的疑慮稍稍減輕，但那股莫名的失落和焦躁卻無法平息。他煩躁地抓了抓頭髮，最終沒再說什麼，只是陰沉着臉，狠狠踢了一腳地上的書，轉身走出了書房。好了，沒事了，嫣嫣，阿晨他就是太緊張了。周母假意安慰我，眼神卻不住地往客廳堆放的物資上瞟。蘇微微則跟着周晨出去了，低聲說着什麼，大概是在繼續安撫他。我低下頭，掩飾住嘴角冰冷的笑意。懷疑的種子已經種下，但貪婪會讓他們暫時忽略這點不安，而我要的就是這點時間差。接下來的2天，暴雪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反而越下越大，整個世界變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死寂。電視信號徹底中斷，網絡時斷時續，手機也常常打不通電話。別墅區開始間歇性停電，雖然備用發電機自動啟動，但燃油消耗極快。周晨試圖聯繫外界購買燃油，卻發現通訊困難，即便打通了，對方也表示運輸極其困難，價格高得離譜。寒冷和與外界逐漸失聯的恐懼開始侵蝕每一個人。周晨變得越來越焦躁，他大部分時間都把自己關在書房裡，對着那本百科全書不死心地反覆研究，用手摩挲，甚至異想天開滴滴寫上去，但都毫無反應。書頁冰冷，仿佛在無聲地嘲諷他的徒勞。蘇微微也從最初的志得意滿變得有些不安，她開始挑剔物資，抱怨寒冷，甚至暗地裡對周晨發脾氣，責怪他準備不周。兩人之間那層虛偽的甜蜜面紗，在末世降臨的壓力下開始出現裂痕，而我則冷眼旁觀着這一切。背着他們，我通過加密的衛星電話與父母保持着聯繫。西山基地的加固工程已經基本完成，地下室被改造成了完善的生存空間，配備了空氣净化系統和獨立的供暖系統。父親利用最後還能運作的物流渠道和人脈，將我清单上百科全書所缺失的關鍵物資、藥品，例如抗生素、各種處方藥、急救用品、維生素片、種子、高级防寒衣等，秘密且分批地運抵了西山基地。我們只等一個時機。很快，我們等的時機來了。暴雪持續的第5天，別墅徹底斷電了，備用發電機的燃油終於耗盡，寒冷瞬間吞噬了每一個房間。冷。
好冷。蘇微微裹着厚厚的毯子，嘴唇凍得發紫，之前的優雅蕩然無存。周母也縮在沙發上，瑟瑟發抖。周晨從書房衝出來，臉色鐵青，对着我吼道：“燃油呢？家裡還有没有备用的燃油？发电机怎麼停了？”我抱着手臂，裝作同樣寒冷害怕的樣子，聲音發抖：“沒有了。之前你說採購物資，燃油你說太重又危險，就沒買多少。都怪我沒提醒你。”我把責任巧妙地引回給他。周晨一噎，想起當時自己只顧着買炫耀性的奢侈品，確實忽略了我的提醒，頓時惱羞成怒。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怎麼辦？這麼冷會凍死人的。就在這時，他的手機極其艱難地接收到了一條斷斷續續的短信，是他一個朋友發來的，說黑市上有點燃油，但價格是天文數字，而且需要自己去取，風險極大。周晨攥着手機，直接因用力而發白。黑市在城市另一端，此刻暴雪封路，開車過去無異於送死，但沒有燃油，這棟別墅就是座冰窖，他們撐不了多久。去，必須去！周母裹着毯子，聲音發顫，卻帶着不容置疑的貪婪。有總比沒有好，只要拿到燃油，我們就能撐到雪停。蘇微微也急忙點頭，眼裡滿是恐懼。阿晨，去吧，要不我和你一起，只要我們小心點就好。在這末日下，他們裝也不裝了。周晨看向我，眼神裡帶着命令：“你在家守着物資，我們去就回。”周母眼裡閃過一絲精明，她看了看蘇微微，冷冷地說道：“我也去，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燕燕懷孕了，她就不要去了，在這裡守着就好。”我知道，她不是不相信周晨，而是不相信蘇微微。她怕蘇微微在周晨耳邊吹耳旁風，拋棄他這個孤寡老人，獨自快活。周晨皺了皺眉，答應了。臨走前交代我在家裡省着點用物資，我裝作順從的點頭，眼底卻劃過一絲冷光。他們走後，我立刻拿出加密衛星電話聯繫父親，他們去黑市找燃油了，計劃可以開始了。父親的聲音沉穩：“好，西山基地這邊都已準備就緒，你注意安全，我們會在約定時間接你。”掛了電話，我開始最後檢查。之前偷偷在別墅的通風系統裡放了微量的催眠氣體，劑量不大，卻能讓人在寒冷和焦慮中更容易昏睡。我還在周晨和蘇微微的行李裡放了跟蹤器，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3個小時後，周晨他們狼狽地回來了，車陷在雪地裡半天才推出來，燃油只買到了1小桶，夠發電機用幾個小時。該死的，那幫人簡直是搶錢！周晨把燃油桶往地上一摔，濺出幾滴油花。蘇微微凍得直哭，抱怨着路上的危險。周母則心疼買燃油花掉的錢，三人吵作一團。我適時地端出早就準備好的熱湯，大家先喝點湯暖暖身子吧，別吵了，現在我們得團結起來。他們餓壞了，也冷壞了，接過湯碗就大口喝了起來。算你有眼力勁兒，我們不在家這段時間，你沒有浪費資源吧？周晨真的很讓人惡心，也很冷血。哪怕我現在懷有身孕，他依然不在乎我是否能堅持，只是一昧的在乎自己的利益。只可惜這些都不重要了，以後他就守着這些所謂的利益，在這棟別墅裡慢慢等死吧。沒一會兒，催眠氣體和湯裡微量的安眠藥開始起作用，三人先後昏昏欲睡。我確認他們都睡熟後，迅速收拾好自己的東西，帶上那枚真正的書籤，打開了別墅後門。外面的雪還在下，寒風像刀子一樣颳在臉上，但我卻覺得無比輕鬆。遠處，父親安排的車隊已經到了，車燈在雪夜裡像溫暖的星辰。我踩着沒過腳踝的積雪，深一腳淺一腳地朝着車隊奔去。車門打開的瞬間，母親帶着哭腔的聲音傳來：“楠楠，我的孩子。”她一把將我摟進懷裡，厚厚的羽絨服下，我能清晰感受到她身體的顫抖，那是極致的擔憂與後怕。父親拍了拍我的後背，聲音依舊沉穩，卻難掩關切：“沒事就好，快上車，外面太冷了。”我點點頭，鑽進溫暖的車裡。透過車窗，我最後看了一眼那棟別墅。此刻，它在暴雪夜色中像一頭沉默的巨獸，而裡面是3個即將為他們的貪婪與殘忍付出代價的人。車子緩緩啟動，朝着西山基地的方向駛去。車窗外的雪景飛速倒退，如同我被徹底斬斷的前世。車隊行駛了將近2個小時，終於抵達了西山基地。這裡原本是父親早年購置的一處私人莊園，經過這幾日不眠不休的加固改造，早已變成了一座堅固的末日堡壘。厚重的合金大門緩緩打開，裡面燈火通明，溫暖的空氣撲面而來。先去休息區暖暖身子，吃點東西，後續的事情我們慢慢說。父親一邊引着我往裡走，一邊說道。我坐在柔軟的沙發上，喝着母親遞來的熱薑茶，身體的寒意漸漸散去，緊繃的神經也終於放鬆下來。母親坐在我身邊，握着我的手，眼眶通紅。都怪我們當初沒看清周晨那小子的真面目，讓你受了這麼多苦。媽，不怪你們，是我自己當初被愛情沖昏了頭腦。我輕輕拍了拍母親的手背。不過現在好了，一切都過去了，我們一家人在一起，以後都會好好的。父親坐在對面的椅子上，眉頭微蹙。根據監視器顯示，周晨他們正在別墅裡亂發脾氣。母親也開口：我收到消息，黑市那邊因為物資緊缺，已經開始出現搶物資的情況，局勢越來越不穩定了。我放下手中的薑茶，眼神變得冰冷。他們打起來也好，讓他們先在別墅裡待着，等我們這邊一切準備就緒，再慢慢跟他們算總賬。爸，眼下最重要的是那本百科全書裡沒有的物資，我們都備齊了嗎？放心，
都備齊了。父親拿出一份清单递給我，抗生素、處方药、急救用品，这些药品地下室的恒温倉庫已經整理好了，所有物資都分類存放，方便取用。我從背包裡小心翼翼地掏出那本百科全書，還有被我貼身藏着的那枚古老的書签，上面閃着质樸的光芒。爸，我們試一試吧。在那套別墅裡，我試過2次，特別神奇。爸媽聽見我這樣說，臉上也露出好奇的表情。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們還偷偷準備了一些吃食，以及百科全書上有的物資，以防萬一。只見我用那枚書籤輕輕劃過頁面上的橄欖油，心裡默念橄欖油10升。突然，面前的書籤閃過一縷淡淡的金光後，我腳邊的地面上突然出現了一瓶10升裝的橄欖油。哇，真的可以這麼神奇！媽媽拿起地上的橄欖油瓶，仔細端詳，甚至還擰開瓶蓋聞了聞，不禁發出感嘆：這世上竟還有這樣的好東西，確實很神奇。這若是讓有心之人得了去，恐怕要出大問題了。父親總是這樣，思考問題的角度多而廣。我輕聲安撫父親：爸爸，現在是我們得到了，總歸是不會出現什麼大亂子。眼下我們只需要慢慢提取我們所需要的物資就可以了。父親點頭，我們來到倉庫，比照着清單一點一點補充物資。很快，倉庫被我們填得滿滿當當，我的心裡也被安全感滿滿的塞滿。剩下的時間，我們只需要坐看周晨是如何被這末日吞噬就好了。西山基地的生活逐漸步入正軌，厚重的隔热門窗將酷寒與絕望徹底隔絕在外。室內恆溫系統維持着宜人的溫度，獨立的能源系統確保電力供應源源不斷。父親甚至利用閒暇時間，在特意開闢的陽光房裡嘗試無土栽培一些速生蔬菜，為我們的食譜增添綠色。通過架設在高處的隱蔽攝像頭和信號接收器，我們依然能斷斷續續地接收到那棟別墅內部的畫面和聲音。這成了我們了解外界，尤其是周晨他們近況的唯一窗口。我離開後，周晨曾嘗試在房間裡到處找我，可是始終沒有我的人影。他心裡察覺到一絲不對勁，可是蘇微微時不時地朝他投懷送抱。他心想，反正得到了這棟別墅和巨額財產，我大概是出門找父母，被凍死在路上了。阿晨，他消失了，不是正合我們的意嗎？還省得我們處心積慮的算計了，以後這裡就是我們的2人世界了。周晨冷得打顫，和蘇微微依偎在一起，才勉強不覺得冷，敷衍地回應了他幾句。我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幕，只覺得惡心透頂。一個是我的摯友，一個是我的未婚夫，他們就這樣靠在一起，商量着如何置我於死地，真是可笑。此後我好幾天都沒有再看他們，只有父親偶爾提醒我要關注敵人動態的時候，我才會點開看一下。畫面裡，別墅內部因為斷電而一片昏暗，僅靠壁爐和一些蠟燭照明，顯得陰冷而壓抑。周晨、蘇微微和周母3人早已沒了之前的得意，取而代之的是憔悴、驚恐和日益增長的怨怼。那一小桶燃油很快耗盡，發電機徹底啞火，極寒無情地侵蝕着別墅的每一個角落，牆壁上結起了冰霜，自來水管道早已凍裂，他們只能融化雪水，勉強維持飲用，但燃料也很快成了問題。冷，好冷啊！蘇微微裹着所有能找到的毯子，蜷縮在壁爐邊，聲音嘶啞，臉上早已沒了精緻的妝容，只剩下凍出的青紫和絕望。周晨，想想辦法，再這樣下去，我們都會凍死的。周晨暴躁地踹了一腳早已冰冷的暖氣片。我能有什麼辦法？路全被封了，手機根本没信號，那個黑市贩子也聯繫不上了。他猛地看向角落裡所剩無幾的物資堆，那裡面更多的是他之前為了炫耀而購買的昂貴零食、紅酒和奢侈品，真正頂餓抗寒的壓縮餅乾、罐頭等反而消耗得飛快。省着點吃，都不知道這雪什麼時候停。周母尖着嗓子，一把搶過蘇微微剛撕開的一包高級巧克力，就知道吃，現在這些東西是能救命的。你幹什麼，老妖婆？蘇微微像被踩了尾巴的貓一樣跳起來，連日來的飢餓和寒冷讓她也撕下了偽裝。要不是你兒子沒用，我們會落到這個地步，連點燃油都搞不到，還說什麼以後讓我過好日子？呸！你說什麼？你個掃把星！要不是你勾引我兒子會和嫣嫣鬧別扭。嫣嫣怎麼會突然離開？如果他還在，他爸媽肯定不會不管他，到時候物資肯定都給我們。肯定是你這個禍害客的。一邊說着，周母撲上去就要廝打蘇微微，周晨夾在中間，試圖拉開兩人，卻被他們又抓又撓。夠了，都別吵了！周晨怒吼一聲，猛地將兩人推開，他自己也因為虛弱和憤怒而踉蹌了一下，撞在了書架上，一本類似的百科詞典被震落下來，再次砸在他的腳邊。周晨死死盯着那本書，眼中布滿血絲，瘋狂的執念再次湧上心頭。一定是他，一定是哪裡不对。他撿起書，像抱着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反复摩挲，甚至用牙齒去咬書籍，狀若癲狂。給我出來！吃的、喝的、燃油 ，whatever， 給我！然而書葉毫無反應，只有他粗重的喘息和兩個女人驚恐又帶着一絲鄙夷的目光。瘋了，他真的瘋了，算我瞎了眼了。蘇微微喃喃道。下意識地離他遠了些。周母看着兒子這樣，又心疼又氣急，最終也化為一聲無奈的哀嘆和更深的恐懼。日子在煎熬中一天天過去，別墅裡的食物越來越少，爭吵卻越來越多，人性最醜陋的一面在生存壓力下暴露無遺。
周晨開始嚴格控制食物分配，他自己拿最多，其次是周母，最後才輪到蘇薇薇。美其名曰男人要保持體力想辦法，母親需要孝敬，而蘇薇薇只是在吃閒飯。蘇薇薇從最初的抱怨哭鬧，漸漸變得沉默，眼神裡卻淬了毒。他開始偷偷藏匿食物，甚至在周晨母子睡着後，偷偷舔舐他們吃剩下的包装袋。周母則像一只护食的老鼠，時刻警惕地盯着所剩無幾的物資，對蘇薇薇非打即罵，對周晨也漸漸沒了耐心，時常抱怨他沒用，守不住家業。雖然這家業本就是騙來的。有一次，因為半塊壓縮餅乾，周母和蘇薇薇徹底撕破臉，扭打在一起。周晨拉偏架，狠狠推了蘇薇薇一把，蘇薇薇的頭撞在茶几角上，鮮血直流，她卻只是麻木地擦掉，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周晨母子，不再說一句話。別墅徹底成了一座冰窖地獄。我們在這邊通過屏幕冷眼旁觀，心中沒有絲毫憐憫，只有大仇得報的快意和冰冷。他們此刻經歷的絕望、寒冷、飢餓，不及我前世所承受的萬分之一。差不多了。父親看着屏幕裡那3個形容枯槁、眼神渙散的人，沉聲道：“他们的體力消耗和精神崩潰已經接近極限，是時候進行下一步了。”我點點頭，拿出那枚真正的書籤，是時候給他們一點希望，再徹底碾碎它了。我讓父親調整了信號增強器，確保別墅裡那台老舊的收音機能接收到我們特意發送的微弱信號。第二天，當周晨如同例行公事般絕望地打開收音機，試圖搜尋外界信息時，一陣嘈雜的電流聲中，斷斷續續地傳出他夢寐以求的聲音。重複：西山官方救援點，物資充足，可持續能源，接收幸存者方位。聲音模糊不清，但關鍵詞西山救援點、物資能源卻像強心針一樣扎進了周晨的心裡。有救援！官方救援點在西山！周晨猛地跳起来，激動得渾身發抖，對着同樣震驚抬頭的周母和蘇薇薇吼道：“你們聽到了嗎？西山有救援，有物資！”希望的光芒重新在3人死寂的眼中點燃。西山，那不是林烟他們家老宅的方向吗？周母遲疑道：“对，就是那裡。”周晨興奮地踱步，那裡地勢高，建築結實，肯定是官方設立的救援點。我們現在必須去那裡。可是外面的雪這麼深，我們怎麼去？蘇薇薇捂着飢餓的肚子，虛弱地問，但眼中已燃起了求生的渴望。走，爬也要爬過去。周晨眼神狂熱，留在這裡只有死路一條，去了那裡就有吃的，有暖氣，沒準還能遇到林煙一家，他們肯定躲在那裡享福，讓官方把他們抓起來，他們的物資就該分給我們。惡毒的念頭一旦產生，就迅速生根發芽。他們完全忘記了這別墅和存款是如何得來的，只想着如何奪取更多，如何將我們踩在腳下。他們開始瘋狂地翻找所有能御寒的衣物，將最後一點食物塞進背包，甚至拆了家具綁成簡陋的雪橇板。看着屏幕裡他們為了一線虛無縹緲的希望而忙碌掙扎的樣子，我露出了冰冷的笑容。魚終於再次上鈎了。暴雪仍在肆虐，積雪早已沒過腰部，周晨3人裹得像個粽子，深一腳淺一腳的艱難跋涉在茫茫雪原上，寒風如同刀子刮得他們臉頰生疼，呼吸艱難，每走一步都耗費着巨大的體力，仿佛下一刻就會凍死在這裡。周母很快就不行了，摔倒在雪地裡，哭喊着讓周晨背她。蘇薇薇冷眼旁觀，嘴唇凍得發紫，死死抓着自己的背包，裡面藏着她偷偷省下的一點食物。周晨無奈，只能輪流拖着母親和簡陋的雪橇，速度慢得像蝸牛。快到了，就快到了，堅持住！周晨不斷地給自己，也是給另外2人打氣，腦海裡幻想着到達西山基地後溫暖的房間、熱騰騰的食物，以及如何向官方控訴我們的罪行。他們跋涉了整整1天1夜，飢寒交迫，幾乎耗盡了最後一絲力氣。就在周母快要暈厥，蘇薇薇也幾乎放棄的時候，周晨突然指着前方山腰處，激動地嘶吼起來：“看，燈光！是那裡，西山基地，我們到了！”遠處隱約可見一座被積雪覆蓋的巨大建築輪廓，幾盞明亮的路燈在風雪中如同燈塔般耀眼。那是父親特意開的外圍照明，為他們指引方向。這景象給了3人最後的力氣，他們連滾帶爬，嘶啞地呼喊着，朝着燈光的方向拼命衝去。終於，他們踉蹌着撲到了西山基地厚重的大門外。周晨用盡最後力氣，瘋狂地拍打着冰冷的合金大門。開門，開門啊！我們是幸存者，救救我們！這裡不是官方救援點，是私人領地，請你們離開。喇叭裡響起冷冰冰的聲音。私人領地？周晨一愣，隨即立刻喊道：“不對，我們聽到了廣播，說這裡有救援，有物資，求求你們，開門讓我們進去吧，我們快凍死了，餓死了。”身後的周母已經癱倒在地，蘇薇薇也靠着門滑坐下來，眼神渙散。父親用變聲器通過喇叭對外面冷冷地說道：“我們新善可以給你們一點食物，但你們不能進來。現在外面很危險，你們拿到食物後盡快離開吧。”說完，觀察窗旁邊的一個小傳送口打開，裡面推出了3個熱氣騰騰的白面饅頭，還有一小壺熱水。食物的香氣瞬間刺激了周晨3人幾乎麻木的神經，他們像餓狼一樣撲上去，搶奪着饅頭，狼吞虎咽，燙得直哈氣，也捨不得停下。一個饅頭下肚，雖然遠遠不夠，但至少讓他們恢復了一點力氣和貪念。他們的眼神瞬間死死盯住裡面。
這麼冷的天，他們居然還有白面馒頭，還有熱水，這裡面肯定有更多的物資，這裡絕对就是廣播裡的地方。周晨眼珠一轉，立刻換上一副可憐相，對着觀察窗哀求道：行行好，让我們進去吧，外面真的會死人的。我認識這家的主人林國棟，我是他女婿啊，你告訴他我是周晨，他女兒林嫣的未婚夫，他一定會見我的。過了好一會兒，周圍寂靜的只剩下落雪的聲音。眼看着周晨要等不及了的時候，父親再次開口：我們同意讓你一個人進來說話，但他們2個必須留在外面。周晨大喜過望，連忙點頭：好好好，謝謝謝謝。周母和蘇微微頓時急了：阿晨，你不能丢下我们。媽，微微，你們等我，我进去說清楚了就接你們進來。周晨安撫道。此刻他滿心想着先自己進去享受溫暖和食物，厚重的合金側門緩緩打開一道縫隙，只容一人通過。周晨迫不及待地鑽了進去，瞬間被門內溫暖如春的空氣包裹，舒服的他幾乎呻吟出來。然而他還沒來得及看清門內的景象，兩側就迅速上來2名強壯的安保人員，反緊了他的雙手，将他死死按住。你們幹什麼？我是你們主人的女婿，放開我！周晨驚慌失措地掙扎大喊：女婿！一個冰冷而熟悉的聲音從前方的陰影處傳來。我緩緩從燈光下走出，身上穿着柔軟保暖的家居服，手裡還端着一杯冒着熱氣的牛奶，神情淡漠地看着他，如同看着一隻骯髒的臭蟲。父親和母親也站在我的身後，眼神冰冷，充滿了鄙夷和恨意。林烨，爸媽，你們快讓他們放開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周晨又驚又怒，試圖掙扎。怎麼回事？我慢慢走近他，居高臨下地看着他狼狽不堪的樣子，嘴角勾起一抹殘酷的笑意。周晨，你還沒明白嗎？從來沒有什麼官方救援點，廣播是我們發的，這裡的主人就是我們。是你們引我來的。周晨瞳孔驟縮，臉上血色盡退，終於意識到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陷阱。不然呢？我輕笑。難道你以為在你們那樣對我之後，我們還會以德報怨，收留你們這3條毒蛇嗎？你們好毒的心腸！周晨嘶吼起來。外面那麼冷，我媽和微微會凍死的。哦，我挑眉，語氣輕飄飄的。那又怎麼樣呢？比起你們對我未出世的孩子所做的，這又算得了什麼？這才只是開始而已。我揮了揮手，安保人員會意，將拼命掙扎咒罵的忠臣拖向了監控室，而基地厚重的大門再次緩緩關上，將門外周末和蘇微微絕望的哭喊與拍打聲徹底隔絕在外，最終消失在風雪之中。監控室裡，屏幕被分成數個畫面。門外，周母和蘇微微在絕望的拍打哭喊，很快力氣用盡，在極寒中漸漸蜷縮下去，聲音越來越微弱。周晨被強行按在椅子上，目睹着门外2個女人漸漸被風雪吞沒，變成2具僵硬的軀體。他雙眼赤紅，發出野獸般的嚎叫：啊！林嫣、林國棟，你們不得好死！放開我！我要殺了你們！殺了我！我坐在他對面，慢條斯理地喝着牛奶，就像你們上一世計劃的那樣，讓我意外身亡，瓜分我家財產。周晨的嚎叫戛然而止，猛地抬頭，眼中充滿了難以置信的驚恐和被猜中心思的閃躲。你說什麼？什麼上一世？很奇怪，我為什麼會知道嗎？我放下杯子，身體前傾，目光如同最鋒利的冰錐，直刺他的靈魂深處。因為我回來了，從被你們奪走物資，推入冰天雪地，活活凍死的那一刻回來了，帶着你們所有的陰謀，所有的背叛，所有的貪婪。回來了。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複述出他和蘇微微在聊天記錄裡計劃的每一個細節，甚至包括他們如何算計我未出世的孩子。周晨的臉色從憤怒到震驚，再到徹底的慘白和恐懼，身體開始不受控制的顫抖。不可能，那只是我們開玩笑。他語無倫次地試圖否認。開玩笑！父親猛地一拍桌子，怒喝道：聯合蘇微微騙走嫣嫣的一切，甚至害死她和她肚子裡的孩子，這也是開玩笑。周晨，你們周家和蘇微微死不足惜。母親也流着淚咒罵：畜生，你們會遭報應的。我拿出那本百科全書和那枚真正的書签，在他面前晃了晃。你是不是一直在找這個？好奇為什麼他沒反應了？周晨的眼睛瞬間瞪圓了，死死盯着那枚書签。是你，真的是你動了手腳？沒錯，我坦然承認，鑰匙在我這裡，你之前能感應到，不過是因為它恰好被你觸發了一次而已。現在物歸原主。我用書籤在書頁上輕輕一劃，一盒高級巧克力出現在桌上。周晨看着這神奇的一幕，眼中爆發出極度貪婪和渴望的光芒，但隨即又被更深的絕望淹沒。東西就在眼前，他卻永遠得不到。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氣，癱軟下去。我已經不想再聽他哇哇亂叫。父親派人把他拖出去，和早已經凍僵的周母和蘇微微2人放在一起。空蕩蕩的山區裡回盪着周晨撕心裂肺的哭喊。很快，周晨也沒了氣息。大仇得報，心中那口積鬱了2世的惡氣終於緩緩吐出，沒有想象中的狂喜，只有一種深沉的平靜和釋然。惡人終是惡果，天道輪迴，報應不爽。我們一家3口站在基地溫暖的瞭望台前，看着窗外依舊紛飛的大雪，沉默良久。母親緊緊握着我的手，父親將我們母女2人摟在懷中。結束了，都結束了。父親沉聲道：
以後就我们一家人，好好活下去。我依偎在父母身邊，感受着失而復得的親情和溫暖，輕輕撫摸着小腹。孩子，這一世，媽媽終於保護了你，為我們所有人贏得了活下去的機會。未來的路或許依舊漫長且艱難，但只要我們一家人在一起，擁有充足的準備和彼此的支持，就有無限的希望。